那还有一个很大人关注的是香港，我们看到在今年整个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包含中国恒大就马上就这个被挂停包含这些美团中国快手等等，一样都是股价几乎都是拦腰，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香港看起来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些冲击了这部分那请教一下老师，您又怎么分析呢1949年以后香港长期以来呢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那么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2个10年的时候呢，香港这个外贸中转站的这个作用就开始下降。但是呢，金融中心的作用随着外资频繁的进出中国，变得对中共越来越重要。但是呢，物极必反，随着中国资金在香港的金融活动日益活跃，香港经济开始从大陆有求于香港变成香港有求于大陆。香港回归中国之前，港股当中它的市值里中资股只占1成左右。那这10几年下来，这个比例现在已经上升到6成。可以讲这个10几年前，这个香港证券市场已经大陆化。那么最近几年呢，大陆又开通了所谓沪港通、深港通，就深圳通香港，这个开通了这样的这个资金转移通道。那么大陆南下的资金经常性的会比从香港北上进入大陆的资金一年要多几千亿人民币，这样就形成了说内地资金对香港证券市场的这个输血效应。那南下资金里，它既包括内地的资金，也包括离开大陆的港资和外资，这是需要区分的。那港股通以后这个大陆内部的内地的资金南下净流入香港，到2019年底的时候，累计是2493亿。同期呢，包含这个港资外资的所有南下资金都是多于北上资金的。所以香港呢是净流入2000亿，那么和中国国内资金南下净流入数字相比港资和外资是从香港净流出，北上薄利。也就是说，香港恒生指数的攀升对内地资金的依赖很大。那外资北上以后呢，大多是在大陆的 A 股市场做长期投资，因此可以这样做大致判断，就是南下资金对香港股市的支撑力很明显。像前年港股市场总成交额当中15%就是内地资金的贡献。但是呢，去年以来中共已经收紧了国内银根，同时限制房地产业这些很多行业的盲目发展，那就导致说成为中国经济支柱的那个房地产业资金严重紧张，这样的话南下香港股市的资金也会减少。所以去年沪港通、深港通北上的资金净流入中国大陆是8000多亿，主要是进入了中国 A 股的制造业。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这样的资金流向表明目前香港的金融中心它主要的功能是从海外吸引资金，同时对内地大量输血，由此就造成了对香港股市资金的抽血效应。那这种局面之下，香港股市就越来越差，没有悬念了。所以去年香港恒生指数是大跌14%，那香港股市的国企指数跌23%，恒生的科技指数跌33%，几乎是从今年高点腰斩。所以去年呢是香港恒生指数2011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所以自从香港股市形成对中国的内地的依赖之后这个事儿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经济开始下行，香港股市就发抖。那么去年香港股市领头大跌的股票多半是内地公司的股票，像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在香港股市去年跌幅是将近5成，腾讯跌了18%。那么地产股就是港股的重灾区，恒大是跌掉9成了，祥生是跌了84%，中国奥园跌80%，世茂集团、佳兆业集团跌77%，
花样年、宇宙集团、建业地产、富力地产、时代中国这些中国的房地产大亨都是超跌60%，还有融创中国、雅居乐集团等等是超跌50%。所以再加上呢，香港内地这个教育股啊，更是跌幅多达70%以上。更糟糕的是，就是内地股市对香港股市的抽血效应啊，会造成说内地股市小跌，香港股市大跌。所以香港再也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东亚金融中心，而是已经变成了高度依赖中国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中国小弟。所以要判断香港股市，只要看清楚中国经济走向就可以了。